寝室新搬来的舍友自称是猫仙转世当代猫女，为了符合自己的设定，她在床上用猫砂解决自己上厕所的问题，平时经常用舌头舔自己皮肤，美名其曰自己的口水可以清洁皮肤。她还在寝室养蛇和仓鼠，声称那是自己的口粮。上一世我忍无可忍向导员举报，却被她和另一个人对破污蔑，说我经常在寝室霸凌她。为了报复我的举报，她还放出自称无毒的小蛇，趁一个深夜咬死了我。一睁眼，我回到了她刚搬进来的时候。你就是新来的舍友鲁娇娇吧？真漂亮！听到舍友于亚欣的声音，我猛地抬头，心脏狂跳。门口站着一个穿着洛丽塔裙的女孩，画着精致的猫眼妆，正好奇地打量着寝室。想到鲁娇娇这个名字，我的心跳就会剧烈跳动。她的视线在寝室里扫了一圈，最后像锁定猎物一样定在了我身上，理直气壮地开口：“我要那个床位，你跟我换。”上一世也是这样，她一进来就颐指气使地要抢我的床，我盯着她一字一顿地拒绝：“不换。”鲁娇娇的猫眼妆挑了挑，似乎没料到我会拒绝。一个床铺而已，你计较什么？铺位是入学时登记好的，私自调换，宿管阿姨会训话。我搬出规则，表现得理所应当。鲁娇娇不屑地撇了撇嘴，于亚欣立刻凑了上去，挽住她的胳膊，对着我娇嗔地指责：“江心竹，你一点都不知道顾及新同学的感受，太自私了。”她随即转头对着鲁娇娇露出一个灿烂的笑脸：“娇娇，别理他，我跟你换，我的床位就在他旁边，正好我们离得近，以后就是好姐妹了。”两人瞬间亲密的像是认识了10年的好友。我冷眼看着他们，脑海里却轰然炸开上一世的画面。这两个人联手在导员面前颠倒黑白，说我霸凌鲁娇娇，也是这两个人在校园论坛上匿名发帖，造谣我私生活混乱，被多个金主包养。那些污言秽语让我被无数人指指点点，甚至有一次兼职晚归后，我被校外的混混堵在巷子里，他坏笑着差点欺负我，若不是路过的好心人出手相救，我的清白早就毁了。这是你们欠我的，我要让你们用最惨痛的方式连本带利的还回来。鲁娇娇搬进来没几天，寝室里就弥漫开一股若有若无的怪味，像是什么东西腐烂了，又混杂着一股廉价香精的气息。我泰然自若，于亚欣却快疯了，每天对着空气清新剂狂喷，鼻子皱得像核桃。这天，他终于忍不住弯腰凑到鲁娇娇的床底下，随即发出一声压抑的惊呼。他猛地站直，脸色发白地指着床底：“娇娇，你床底下那是什么？一块一块的。”正在用舌头舔手背的鲁娇娇停下动作，瞥了他一眼，眼神像在看一个无知的人。那是我的猫砂。他理直气壮：“我不喜欢和其他人用一个厕所，脏就搬来猫砂在床上解决了，你也要吗？”于亚欣的脸瞬间僵住，笑容比哭还难看。哈哈哈，好新奇啊，我就不用了。他话音未落，我桌上的手机就嗡嗡震动起来，是于亚欣的消息。江心竹，你看见没？他居然在床上拉屎，他就是神经病。那股臭味就是猫砂传来的，我快吐了，这还怎么住人啊？看着屏幕上不断跳出的辱骂，我勾起嘴角。上一世也是这样，于亚欣疯狂向我吐槽，挑起我对鲁娇娇的不满。我信了他，附和了几句，他转头就把删减过的聊天记录发给了鲁娇娇，添油加醋说我想赶他走。结果鲁娇娇半夜将他用过的猫砂全倒在了我的床上，那些带着病原体的秽物让我染上急性肠胃炎，上吐下泻了1个星期。而于亚欣恨我的理由更是可笑，不过是我拿了他梦寐以求的奖学金，又恰好在他抄我作业时被老师抓了个正着。我垂下眼，手指在屏幕上飞速敲击，故作不解：“不会吧，在床上用猫砂也太夸张了。那你打算怎么办？要不跟他说说？”我的关心让于亚欣的情绪更加激动，他像是找到了宣泄口，把鲁娇娇这几天的奇葩行为连带着各种不堪的形容词一股脑全发了过来。很好，等他骂的差不多了，我反手就将完整的聊天记录截了图，一张不落地发给了鲁娇娇，紧接着配上了一段绿茶味十足的文字：“娇娇，对不起啊，亚欣好像不太能接受你的生活习惯，他跟我抱怨了好久，为了寝室和睦，你要不还是别在床上用猫砂了，我怕你们吵起来。”发送完毕，我放下手机，抬头看向对面床铺。鲁娇娇拿起手机，精致的猫眼妆下，脸色一瞬间阴沉的能滴出水来。她死死地盯着手机屏幕，捏着手机的指节因用力而泛白。下一秒，她猛地从床上翻身下来，赤脚踩在冰冷的地砖上，径直踮脚从自己床上的猫砂盆里徒手抓起一块尚有余温的结成团的秽物。“你这个两面三刀的贱人！”一声尖利的怒骂，那团猫砂混着污物已经带着风声朝于亚欣飞了过去。不偏不倚正中，他那张画着精致妆容的脸，灰黄色的沙粒混合着不可名状的污渍在他脸上炸开，瞬间散发出一股令人作呕的腥臊恶臭。于亚欣僵在原地，彻底懵了，几秒后才爆发出尖叫：“鲁娇娇，你疯了吗？你拿屎丢我！”我适时地从床上探出头，一脸担忧地开口：“亚欣，你也别怪娇娇，你私下里发给我的那些话确实看着太伤人了。
娇娇的个人行为我们也要尊重，你的意见我也转达了，你也应该接受娇娇的不满。于亚欣的尖叫戛然而止，她猛地转过头，难以置信地瞪着我。江心竹是你把我们的聊天记录发给他了。鲁娇娇的眼眶瞬间红了，声音里带着哭腔和颤抖，指着于亚欣，我还以为你是好人，真心接纳我，原来你一直在背后这么骂我。真相大白之后，于亚欣的脸一阵青一阵白，面对鲁娇娇声泪俱下的指控，她哑口无言。虽然先动手的是鲁娇娇，但鲁娇娇吃的用的都不便宜，看起来家境不简单，一直想跟着鲁娇娇身后讨点好处的于亚欣最后只能低下头，小声地挤出一句：娇娇，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冷眼看着这场闹剧，心中毫无波澜，我太清楚于亚欣了，这点小场面根本扳不倒她。果不其然，上午于亚欣刚被鲁娇娇砸过脸，下午两人就勾肩搭背的从外面回来了，亲热的像是连体婴，脸上丝毫不见早上的剑拔弩张。鲁娇娇兴致勃勃地规划着，我看阳台那块地方不错，可以养一排仓鼠，笼子旁边再放一条蛇。于亚欣在一旁拼命点头附和，好啊好啊，我最喜欢小动物了。此时我桌上的手机也适时亮起，是学生会的学姐发来的消息，新竹申请调寝的事，你快点啊，我听说了，你们寝室有个用猫砂的奇葩，太吓人了，我这正好有空位置，你赶紧的。我勾起嘴角，飞快的回复，好，我马上提交。刚放下手机，于亚欣就亲热的转向我，脸上挂着甜蜜的笑。新竹娇娇准备养宠物，你没意见吧？我立马点头赞同，笑得一脸无害，当然没意见，我也超喜欢小动物的，特别是仓鼠，毛茸茸的多可爱。娇娇，你准备养哪种？一线还是布丁？鲁娇娇瞥了我一眼，语气平淡且带着漫不经心。都不是，是幼鼠，那是我的口粮。于亚欣脸上甜蜜的笑容瞬间僵住，血色褪尽，显然没料到这一层。我心里却在冷笑，上一世这些所谓的口粮，鲁娇娇一直没吃，反而养大后全扔在寝室里乱窜，咬坏了我们无数的数据线和书本。他这么说，不过是为了彰显自己的与众不同。于亚欣下意识地向我投来求助的目光，嘴唇微微颤抖，我却像是没看见，反而一脸惊喜地拍手。哇，我听说过一道名菜叫三只，就是吃这个的，没想到娇娇你这么有品味，真是太酷了。于亚欣的脸彻底白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她不敢再有任何异议。鲁娇娇很快就买回了一笼吱吱叫的粉色幼鼠，还有2条细小的青蛇，一起放在了阳台。我悄悄地将自己的柜子和床沿都抹上了薄荷油，又在抽屉角落塞了樟脑球。鲁娇娇理所当然地指使于亚欣，你去帮我给我的口粮喂点水，蛇也该喂了。于亚欣的脸皱成了苦瓜，扭头看向我。我立刻捂住嘴，用力地咳了2声，咳呵，抱歉啊，我好像有点感冒了。鲁娇娇立刻嫌恶地皱起眉，那你离我的口粮远点，别把病气过给他们。我求之不得，缩回床上。于亚欣只能强忍着恶心去伺候那堆蛇鼠。晚上浴室里突然传来一声尖叫，于亚欣裹着浴巾冲了出来，指着自己的胳膊，啊，这是什么？好痒！只见她白皙的胳膊和脖子上冒出了一片片刺眼的红点，显然是过敏了。他又惊又怒地指着鲁娇娇，娇娇，是不是你的蛇和老鼠有问题啊？此时的鲁娇娇正盘腿坐在床上，伸出舌头仔细地舔舐着自己的手背。闻言，她不以为然地抬起眼皮，大惊小怪，说不定是你沐浴露的问题。你看，很多猫洗澡都不用化学物品，对于它们来说，口水就是最好的清洁剂。说着，她竟翻身下床，朝于亚欣凑过去，伸出舌头，我帮你舔一下就好了，你别过来。于亚欣吓得魂飞魄散，尖叫着连连后退。混乱中，她的手肘撞到了阳台边装着幼鼠的恒温箱，哐当一声，箱子摔在地上，里面的幼鼠滚作一团，发出凄厉的惨叫。鲁娇娇的脸瞬间沉了下来，眼中迸发出惊人的怒火，你敢动我的口粮！她猛地转身抄起床头，那盆她刚用过的猫砂盆兜头盖脸的朝于亚欣砸了过去，猫砂和秽物劈头盖脸的砸下来，于亚欣被砸得尖叫，这下也不装了，原地蹦了几下，就猛地看向鲁娇娇，鲁娇娇，我跟你拼了！她疯了似的扑上去，用新做的指甲去抓鲁娇娇的脸，两人瞬间滚作一团，尖叫和咒骂混杂在一起。我等的就是这一刻，我猛地拉开宿舍门，对着走廊用尽全力喊道，救命啊，打起来了，快来人啊！在我的喊声下，很快就引来了隔壁寝室的同学和闻讯赶来的宿管阿姨。门被彻底推开，众人看到的就是一地狼藉中2个女生状若疯妇般厮打的场景。都给我住手！宿管阿姨一声怒喝，冲进去强行将2人分开。于亚欣的发髻散了，脸上挂着几道血痕，浑身沾满了猫砂，哭得撕心裂肺。阿姨，你看看她在寝室养蛇，还在床上拉屎，她就是疯子。她伸手指向我，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还有她可以作证。我立刻摆出一副为难的样子，怯生生地说，亚欣，你别这样，之前你跟娇娇关系不是挺好的吗？我看娇娇还送了亚欣好多礼物，他们俩之前一直形影不离的。于亚欣的哭诉声戛然而止，想到了那些名牌口红和护肤品，脸上一阵青一阵白，气焰顿时矮了半截。拿人手短，他此刻根本无法理直气壮。
就在这时，一个胆大的女生指着阳台，发出一声更高分贝的尖叫：蛇！寝室里有蛇！事情彻底闹大了。在寝室饲养蛇和鼠，违反了学校明文规定，加上打架斗殴，影响恶劣。鲁娇娇被记了大过，勒令将所有口粮全部处理掉。他把这一切都算在了于亚欣头上，看他的眼神像是淬了毒。而我早就递交上去的调寝申请，也在这片混乱中悄无声息地通过了。搬离那天，我拖着行李箱走出寝室，于亚欣却突然从后面追了出来，一把拦住我。他双眼通红，死死地盯着我。你是什么时候申请调寝的？我眨了眨眼，一脸无辜。就前2天啊，刚好有个学姐寝室空出了床位，你知道的，我跟你们关系也算不上好，宿管阿姨就问我愿不愿意过去。我顿了顿，看着她憔悴的脸，露出一个羡慕的微笑。不像你跟娇娇关系那么好，真羡慕你们的交情。以后寝室就你们2个人了，可要好好相处啊。于亚欣的身体晃了晃，脸色瞬间惨白如纸。我没再理会他震惊到失语的眼神，拖着箱子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片泥潭。不过新生活没清静几天，一个意想不到的人找上了我，是鲁娇娇。鲁娇娇见到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让我搬回去住。我故作惊讶地睁大眼，娇娇怎么了？宿管阿姨不是都安排好了吗？让那个贱人搬过来住。鲁娇娇的声音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你回去继续当我的室友。我心里冷笑，面上却是一副关切的样子。出什么事了？你跟亚欣吵架了？吵架？鲁娇娇嗤笑一声，眼神里满是鄙夷。他也配？那个2面3刀的家伙，表面上对我摇尾乞怜，背地里竟然敢在学校论坛发帖子骂我。他气得胸口起伏，要不是我无意中看到他手机，都不知道他装得那么乖，心里却那么恶毒。原来如此。我心里的嘲讽几乎要溢出来。上一世，于亚欣就是用这种匿名发帖的手段，长年累月地败坏我的名声，才让后来鲁娇娇对我的栽赃那么轻易就被人相信。没想到啊，风水轮流转，这次轮到鲁娇娇自己尝尝这滋味了。帖子呢？我好奇地问。他算个什么东西，也敢管我？我看着他删了。鲁娇娇不耐烦地摆摆手，那贱人还想让我把猫砂盆扔了，说寝室味大。我垂下眼睑遮住眸中的金光，他不知道，只要是7天之内的删除记录都可以恢复。我重新抬起头，脸上换上一副崇拜又心疼的表情。娇娇，你怎么能听他的呢？你不是猫仙转世吗？平时又像一只小猫一样可爱，猫仙怎么能没有自己的猫砂盆？那是你的尊严。我握住他的手，语气无比真诚。我真羡慕你，可以毫不在意别人的眼光，坚持做最独特的自己，不像我，太懦弱了。鲁娇娇的身体一震，眼中的怒火瞬间被动容取代。她反手握住我，像是找到了唯一的知己。你才是我最好的朋友，只有你懂我，所以你快搬回去。她急切地说。我不想跟那个凡夫俗子住在一起。我为难地摇了摇头，指了指寝室里。可我刚搬过来，学姐人也很好。要不这样，等下学期我一有机会就申请调回去，好不好？鲁娇娇虽然不情愿，但看我态度坚决，也只好悻悻地离开。没过2天，我在教学楼的卫生间里再次见到了于亚欣。她正对着镜子疯狂地挠着自己的脖子和手臂，白皙的皮肤上布满了刺眼的红痕和抓出来的血道子。上次她洗完澡过敏，是我往她沐浴露里加了点料，但这一次我可什么都没做。我心中清楚得很，鲁娇娇那从不清洗的床铺和堆满秽物的猫砂盆，早该成了螨虫和细菌的天堂。被咬成这样，不过是她应得的开胃小菜罢了。我抱着手臂，好整以暇地看着她。哟，亚欣，你这是怎么了？被跳蚤咬了？于亚欣听到我的声音，猛地抬起头，眼睛里瞬间蓄满了泪水，像是见到了救星。你都不知道，我快被鲁娇娇那个疯子折磨死了。他冲过来就想抓我的手，被我嫌恶地躲开。他也不在意，自顾自地哭诉起来。那个贱人现在变本加厉，我一提他养蛇不对，他就让我还钱，还他送我的那些东西。上一世他们俩联手压榨我时，可不是这副嘴脸。如今没了我在中间当缓冲，鲁娇娇的自私蛮横就全倾泻在了于亚欣一个人身上，真是大快人心。他到底怎么对你了？我假惺惺地递过去一张纸巾，于亚欣一把抢过，擤了把鼻涕，声音里带着哭腔。他把整个寝室的洗手间都倒满了猫砂，说那是他的专属厕所。他不准我洗澡，说水会把他的宝贝猫砂冲走，那是浪费。他说着撩起自己的衣袖，露出更多触目惊心的红疹子。我求他让我洗，他就让我跪下学猫叫，我真的受不了了。说到最后，他突然压低声音，眼里闪着算计的光。你不是换到新宿舍了吗？要不我今晚去你那洗个澡。我差点笑出声，瞥了眼他脖子上那条闪着光的名牌项链，还有手腕上那只精致的手镯，都是鲁娇娇送的。你的助学金还没下来？我淡淡的问。他一愣，还没呢，怎么了？我指了指他的首饰，这些东西拿去二手店卖了，够你在学校外面的澡堂开个会员，洗到毕业了。于亚欣的脸瞬间就变了，她一把捂住自己的脖子，像护着宝贝的母鸡，眼神警惕地盯着我。你想干什么？你看上我的东西了？我心中冷笑，这点蝇头小利我还真看不上。我收回视线，悠悠地叹了口气，语气里充满了懊悔。说实话，亚欣，我现在特别后悔搬出来。于亚欣被我搞懵了。我继续用一种充满向往的语气说，娇娇出手多大方啊，你看看你，这才几天
天，项链手镯都戴上了。我要是没搬走，好好哄着她，说不定毕业前就能靠她成个小富婆了，还上什么学啊？我的话像一颗石子，在于亚欣心里激起了千层浪。她脸上的警惕和愤怒慢慢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若有所思的贪婪。果然不出我所料，几天后，我路过我们之前的寝室，门没关严，留着一道缝。我鬼使神差地凑过去看了一眼，寝室里还是那股熟悉的腐臭味，而于亚欣正跪在地上，黑着脸，手里捏着一把小铲子，正一下一下地从那个铺满了整个卫生间的猫砂里费力地铲着已经结块的屎。鲁娇娇则翘着腿坐在床上，一边舔着自己的手指，一边颐指气使地指挥着：“铲干净点，那块，对，就是那块，你眼睛瞎了吗？”于亚欣的身体僵了一下，但最终还是忍气吞声地将铲子伸向那块污秽之物。我无声地勾起嘴角，转身离去。于亚欣惦记我说过的话，开始一心伺候起鲁娇娇。鲁娇娇也开始变本加厉，不但要于亚欣天天喊自己猫仙，还要于亚欣学习自己的生活方式，比如用猫砂上厕所，比如每天用口水洗脸。于亚欣倒是为了好处乖乖照做，但她不知道的是，鲁娇娇人前装模作样，背后直接去美容院做美容，全身 SPA。如此一来，于亚欣因为长期不洗澡，再加上长期用口水给自己洗脸，清洁全身都有一股口水的臭味。但凡路过她身边的人都忍不住作呕，偏偏她自己还适应了那种味道，根本什么都没发现。跟我相熟的同学站在我身边，和我一起看向远处傲然离开教室的两个人，他捏着鼻子一脸后怕。天哪，幸好你搬出来了。于亚欣现在也跟着鲁娇娇不洗澡了，那味简直是移动的生化武器。另一个同学附和道：“是啊，两个人天天粘在一起，跟连体婴似的，都有病吧？”我心里清楚得很，能让爱慕虚荣的于亚欣忍受这种恶心，鲁娇娇必然是下了血本。我想到于亚欣那个贫穷的家和她哭诉过的只把钱留给儿子的父母，心里有了别的念头。但对于同学的八卦，我还是扯了扯嘴角，淡淡道：“说不定人家是真爱呢，臭味相投嘛。”同学被我逗乐了，而我眼底却一片冰冷。又过了没几天，宿舍楼里忽然爆发出一声刺破耳膜的尖叫：“于亚欣，你这个贱人！”是鲁娇娇的声音。我立刻放下手里的书，跟着看热闹的人群冲了出去。我们之前那个寝室门口已经围得水泄不通，只见鲁娇娇像一头发怒的疯牛，把于亚欣死死按在地上，左右开弓，地扇着耳光。我让你在背后骂我，我让你在学校论坛上发帖子黑我。他一只手揪着于亚欣的头发，另一只手把手机屏幕对到众人面前。屏幕上一个匿名帖子赫然在目，标题不堪入目，扒一扒我那个吃屎喝尿的奇葩室友。帖子里把鲁娇娇的怪癖描绘得更加恶劣，添油加醋，极尽嘲讽。鲁娇娇当众嘶吼起来：“你为了我给的好处，像条狗一样跟在我身边，现在拿了钱就翻脸不认人，你真当我傻吗？”周围的视线像针一样扎在于亚欣身上，她又羞又怒，脸涨成了猪肝色。“我没有。”鲁娇娇冷笑一声，直接上手去扯她脖子上的项链，“把我送你的东西全都还回来，你这种背信弃义的垃圾不配戴。”“你放开！”于亚欣彻底被激怒了，奋力反抗。“我凭什么还你？那是你自愿给的。”她尖着嗓子反咬一口：“跟你这种怪物住在一起，我得了肠胃炎，呼吸道都感染了。这些东西就是我的医药费，是我的精神损失费，你还敢顶嘴？”两个人再次扭打成一团，指甲、牙齿都用上了，场面比上次更加混乱。很快，导员闻讯赶来，黑着脸将他们俩从地上分开。“都给我住手！像什么样子？”导员气得发抖，指着披头散发、满脸抓痕的两人：“你们两个现在就跟我去办公室。”我和看热闹的同学一样，被导员拦在了办公室门外。门虚掩着，里面传来两人断断续续的哭诉。鲁娇娇依旧是那副高高在上的腔调，控诉于亚欣如何忘恩负义，拿她的好处还在背后捅刀。而于亚欣则哭得梨花带雨，只说自己被鲁娇娇非人的生活习性折磨得精神衰弱，发帖子只是一时冲动下的宣泄。我以为导员会各打50大板，毕竟鲁娇娇的怪癖人尽皆知。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导员的矛头径直指向鲁娇娇。“鲁娇娇，你还有脸说在寝室里搞得乌烟瘴气，逼迫同学学习你的恶习，你这是校园霸凌，马上给亚欣道歉！”鲁娇娇当场就炸了，凭什么是他先？凭我是你的导员！导员一拍桌子，声音尖锐：“你要是不想被开除，就立刻道歉！”开除2个字像一道惊雷，劈得鲁娇娇脸色煞白。她死死地瞪着于亚欣，眼里的怨毒几乎要溢出来。而于亚欣则躲在导员身后，嘴角勾起一抹难以察觉的得意。鲁娇娇咬碎了银牙，从牙缝里挤出3个字：“对不起。”我站在人群外，心底的阴云越来越重。导员什么时候和于亚欣关系这么好了？有了导员撑腰，于亚欣彻底翻身，做了主人。我们时常能听见他们寝室里传来鲁娇娇的咆哮：“于亚欣，你是不是又偷我香水了？你别血口喷人，有本事我们去找导员评理。”于亚欣每次都把导员搬出来当挡箭牌，鲁娇娇气得直跺脚，却也无可奈何。直到几天后，我因为做兼职晚归，在校门口看到于亚欣从一辆黑色的轿车上下来。
来。车窗降下，驾驶座上的人探出头，亲密地替他拢了拢头发，那张熟悉的脸赫然就是我们的导员。那一瞬间，所有的疑惑都有了答案。接下来的几天，我像个跟踪狂，成功拍到了他们在校外咖啡厅接吻，在车里拥抱的亲密照片。我把这些照片匿名发给了鲁娇娇，收到照片的鲁娇娇彻底疯了。他没有再去找于亚欣厮打，而是直接拿着照片冲进了校长办公室。处理结果快得惊人，导员因与学生存在不正当关系被当场开除，于亚欣也因此被记了大过处分，全校通报批评。那天下午，于亚欣像一阵风似的刮回寝室，满脸杀气。鲁娇娇正坐在床上，悠闲地用舌头舔着自己的手背，见她回来，轻蔑地嗤笑一声：“怎么，你的靠山倒了，就想来找我算账？鲁娇娇，我杀了你！”于亚欣的理智彻底崩断，嘶吼着扑了上去，两人瞬间又扭打成一团，指甲与头发齐飞。就在这时，一个身影猛地冲进寝室，一把薅住于亚欣的头发，狠狠将她向后拖去，力道之大，于亚欣的头皮几乎要被扯下来。愤怒中的于亚欣回头就骂：“哪个不长眼！”话音未落，他的表情瞬间凝固，瞳孔因恐惧而急剧收缩，浑身抖得像筛糠。他颤抖着嘴唇，几乎发不出声音。妈！来人穿着一件洗到发白的旧外套，脸上刻满了风霜，正是于亚欣那位极品重男轻女的母亲。妈！于亚欣的声音里带着哭腔和恐惧。我没你这种不要脸的女儿！他一个响亮的耳光狠狠甩在于亚欣脸上，瞬间印出5道指痕。女人一把扯过于亚欣脖子上的项链，双眼赤红。你弟弟的择校费还没着落，你倒有钱在外面勾搭男人，买这些不值钱的玩意。鲁娇娇看准时机，从床上跳下来，一脸关切地扶住于母。阿姨，您别生气，亚欣平时花钱是大方了点，但对朋友很好的。她说着，猛地拉开于亚欣的衣柜，满一柜子的名牌包和护肤品，刺得于母眼睛生疼。这些都是她自己买的。于母的声音都在发抖。是啊，鲁娇娇无辜地眨眨眼。亚欣说他人缘好，总有人送。好一个于亚欣！于母气得浑身哆嗦，拽着于亚欣的头发就往外拖。书别读了，今天就跟我回家，找户人家嫁了，给你弟换彩礼。于亚欣的哭喊和哀求声响彻了整个楼道，最后被硬生生拖走。我站在不远处的拐角，心中一片冰冷的快意。不枉我费尽心思，从他的入学登记名单里扒出了他妈的电话。于亚欣当天就被办理了退学。他被母亲压着离开时，回头怨毒地看了寝室楼一眼，那眼神和上一世他跟我争奖学金失败时一模一样。他不择手段想往上爬，摆脱那个吸血的家庭。我不怪他，可他不该踩着我的尸骨，所以被迫离开学校，也算是他应得的结局。于亚欣一走，鲁娇娇就成了寝室楼里人人避之不及的瘟神。他似乎毫无察觉，反而几次3番地找上我。我觉得还是你对我好。他堵在我新宿舍的门口，理所当然地说：“要不你搬回来跟我住？”我像看傻子一样看着他。搬回去跟你一起用猫砂上厕所，再用口水给自己清洁吗？那么恶心，我才不要跟着你一样成为别人眼中的怪胎。鲁娇娇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难以置信地瞪着我。你也觉得我恶心？我懒得再跟他废话，转身关门。门合上的前一秒，我清楚地看到他眼里那股熟悉的怨恨。当晚我正准备睡觉，眼角余光忽然瞥见门缝下有一丝异动，一条细长的黑影正悄无声息地钻了进来。我看着那条正在弯曲爬行的小蛇，庆幸地看了眼其他3个空着的床铺，毫不犹豫跳下了床，拨通了报警电话。等警察和宿管赶来的时候，那条蛇已经被我扣在洗脸盆里。面对警察和宿管的到来，我的眼泪终于恰好落下。我不知道寝室为什么会忽然有蛇，我真的好害怕。警察看了一眼已经被抓起来还在吐着信子的青蛇，脸色凝重起来，立刻调取了走廊的监控。寝室两边的监控模糊记录下一个女生鬼鬼祟祟地将蛇放到我门缝中的全过程。等她抬头的时候，正好露出的是鲁娇娇那张脸。这下算得上人赃并获了。当警察和宿管冲进鲁娇娇的寝室时，她正悠闲地坐在床上吃着宠物猫专享饼干。看到我们，她连一丝慌乱都没有，反而轻蔑地笑了一声：“不就是一条蛇吗？还惊动这么多人？不过是一点口粮，你们要是这么害怕的话，我就吃掉好了，正好我饿了。”说着，他竟真的朝警察伸出手，理直气壮地索要。为首的老警察冷冷地盯着他：“口粮？你知道这是什么蛇吗？什么蛇？不都是肉吗？”鲁娇娇不以为然地翻了个白眼：“这是银环蛇的幼蛇，剧毒你的行为已经不是恶作剧了，是故意伤害，如果造成严重后果，就是故意杀人。”鲁娇娇脸上的傲慢瞬间龟裂，血色褪尽。毒蛇不可能，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他猛地看向人群里的我，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连滚带爬地扑过来，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江心竹，我就是你也跟着别人一样说，我奇怪，我就想恶作剧一下，我没有别的意思的。我们以前不是最好的朋友吗？你快帮我和警察解释一下呀！鲁娇娇这下终于慌了，也完全记不得自己猫女的尊严。对不起，是我不对，我不知道有毒，我只是想给你一个教训，我没想害死你啊！我不知道鲁娇娇的话有几分真，有几分假，只记得上一次我被毒蛇咬中，在痛苦中一点点窒息的时候，她和于亚欣笑得多么开怀。
事后我死了，他们清理了罪证，谎称毒蛇是自己跑到寝室的，而他和于亚欣则顺利保研，过上了更好的人生。我轻轻拨开他的手，声音不大，却字字清晰。最好的朋友会在寝室里放毒蛇吗？鲁娇娇，为你做过的事付出应有的代价吧。鲁娇娇因为故意伤人被警方带走，学校的处理结果也很快下来了。结合她过往种种劣迹，校方决定予以开除。开除那天，我路过寝室楼下，看到了鲁娇娇的父母。那是一对再普通不过的中年夫妻，皮肤黝黑，指节粗大，身上的外套洗得发了白，正对着导员点头哈腰，满脸都是卑微的歉意。当时我有过困惑，但也没有细究。直到几天后，我们好几个同学都接到了催债公司的电话，说鲁娇娇借了钱，而我们都是她的紧急联系人。这时候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她那些名牌包和化妆品，还有平时招摇的小裙子，以及令人诟病的卫生习惯背后的紧急修复，全部都是靠着拆东墙补西墙的贷款撑起来的。就算是没有我，他这座靠着借贷来撑起来的特立独行的城堡也早就摇摇欲坠了。后来学姐得知了那天晚上他们没在寝室发生的事情后，也不免感慨，那天晚上你帮我们抢到的 K 歌通宵包房券，你也去就好了，不然也不会被吓这么一下。我含笑摇摇头，还好我在，要不然有那条毒蛇在寝室潜伏着，反而不安心呢。说笑间，我和学姐手拉手，径直路过了原本住着于亚欣和鲁娇娇的寝室。